你是怎么开始自己创业的呢？就是生完孩子第28天我就去上班了。上班了，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你们公司被卖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被卖了！我刚回来上班，我们老板都没通知我，他怎么就卖了呢？”当时在那一刹那的话，我就很难受。我记得我当时是哭了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没有被通知，你知道吗？老板卖公司这么大事情，怎么没有通知我呢？但现在自己当老板就会发现，你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别人凭什么通知你啊？一下就共情了。大概哭了1个小时，后面的话我就翻通讯录，哎，就发现一个竞争对手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联系方式。我说杨总，我说我是谁谁谁，我说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他说你想干嘛？我说我想创业。他说那你需要什么？我说我需要钱。他说那你需要多少钱？我说我也不知道哪来勇气啊，我估计我当时的话也没想要200万，然后他就说行，那就给你吧。然后第2天我就开始找房子创业了。你当时200万投资，第1年就挣到钱了？没有啊，花光了。那后面怎么办呢？后面的话，那反正就是后来就去钱花光了，就去借钱了，到处去借了。然后问了好多人借，就包括反正这当时市场上很有名的人，我都至少见了不下10个吧，但每个人都拒绝我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没自信，越来越没自信，每个人都拒绝我。09年、10年的时候吧。那后来的话，我就问我那个投资人借了300万嘛，然后他反正当时的话就说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有且只有借这1次钱给你，如果你再问我借钱的话，我就把你推到水里面让你去死。那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的，因为那时候的话自己都不知道老板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。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？我是因为签了韩庚以后开始赚钱的，最好的时候18年吧。那一年的话是我们声名鹊起的那一年嘛，那所有的选秀节目里面都觉得乐华是大魔王啊。练习生的这个培养体系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吗？10年的时候，我们现在韩国的那总经理，他要在中国，就选人选人，然后做练习生的模式。他有一天的话，反正他就过来找我嘛，就给了个 PPT 给我看，说杜总，你是韩国的李秀满。我说李秀满是谁？然后就聊了10几20分钟。我说那你需要我干嘛？我需要钱。我说你需要多少钱？他说你有多少钱？我说我有60万，因为账上确实还有60万。我需要20万，我就把20万给他，我他就把我忽悠成了中国的李秀满。哇哦！Hello， 杜啊。来，你坐那边吧。好。来，行。离得好远没事，聊着啊。我看到你给我发的微信了啊，对。对，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，包括这1年多的时间，然后我也考虑了很久，其实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很主动去跟您说一些事情，但是这次我会想得更想要回归更普通人，然后想要实际一点的生活，让我感到充实一点的生活。其实这1年多，我除了是跟你上次去那个成都那次活动之后，就没有任何的团体活动也好，也没有个人活动也好，其实我也是很焦虑、很着急的。那其实实际上从我的初衷来讲的话，我肯定是希望把这个团给做好，对吧？那你就是说最后的话，你这个1年休息也是因为在比赛当中你没有进前9。但是基于团体活动来说，不要说基于团体或者干嘛的，就是说所有的面试的话都是一起的，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就选上了，你没有选上？就是你没有那么想要。我可能没有那种攻击力，也没有那种竞争性特别强的意识，然后天上没有掉下来馅饼，等机会是等不到的。有很多的艺人可能40岁才红，在这个行业的话也比比皆是，
但是我觉得成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特质，他是不断的给自己去增值的，去学习，去让自己更有在市场上更有竞争的能力和议价的能力，不是说天天在房间里面去想的等的，真的，因为我很多次都跟你们聊过、开会过嘛，对吧？说一个聪明的人吧，就很多成功的那个是一点拨，他就会的，但你的话，我每次跟你聊完，然后你就回去想，想完了又不做。那我也平时我也问你，我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在家干嘛？你在家干嘛？各种大模型2.0版本出来，我是在群里面群发的，艾特你们每个人，让你们去做。但是这跟我的初衷的想法不太一样。我是想男团嘛，做男团的一种想法，就像跟我们同时练习的 Tempest 来说，他们在海外也发了很多歌，也有很多张迷你专辑，但是，对于 Boyhood 的这个来说，就是只发到了2张专辑，已经很难。问题是，你知道2张专辑我已经在你们身上投入多少资金吗？已经投入几千万了。哇！公司还是亏几千万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？就公司在不断投入的时候，是希望有回报的。就 Tempest 的话，我是觉得他们努力的。就是说，一个人成功的话，你首先你得打动旁边的人，但至少在你的身上的话，我是看不到你能感染到我。比如说直播，我甚至觉得就是说你在直播的时候，你都搞不清楚自己哪个镜头好看，应该怎么让自己更有魅力。我觉得你荒废了自己很多的时间，就算我再给你发10张专辑，你还是红不了。所以就不适合。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啊，有时候得决绝一点。有时候这个行业的话，确实是靠挺老天赏饭吃的。就如果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的话，确实就别进这个行业。进这个行业的话，你永远是在被别人选择嘛。他自己也难受。就对他们来说，比较好的路径是什么样的呢？我觉得最好的路径啊，就是出来以后红了，就有工作填满。那总得有一个方式嘛。方式的话，那就传统的方式就发唱片了，是吧？啊。这个好像就不太行了。国内确实是缺这样的一些平台，让他们有曝光机会。我自己之前的话，不是也投资做了宇宙打歌中心和朝阳打歌中心吗？节目的话，我将近投了6、7、8千万吧。我做了2季，做的可累了啊，没做起来。那我觉得，就像艺人这条路的，他可能比万人过独木桥还难。所有人的话都是看塔尖上那些人的光鲜，其实下面的话有很多的在底层的。那我觉得你的话就属于在底层，就是说也没有找到方向的那种。你哪年呢？98年的。98年，28岁了。哦，也不小。是的，然后这也是我，对于我这个年龄，特别焦虑，特别，对于父母来说更自责的一个阶段吧。几岁你爸父母？68了，可以。你家就一个孩子？对，就我一个人。所以，与其在这耗着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就离开这个行业，去找一份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自己能够得着的工作。我建议你先就业再择业，因为毕竟还要生活嘛。开销又大，北京我觉得开销还是蛮大的啊。是，对。好吧，来，好吧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来，那我从来没有，可能真的自己不是很适合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，工作反馈啊，或者是我自己的能力啊，就是让我觉得达不到。然后我觉得，我不能再这样。就是陷下去了，我觉得还是要给父母啊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你都先别给父母交代，你先给自己交代吧。对，你父母的话，自己都有比较良好的工作啊。对他们说都有退休工资。他们说他们现在很开心的，但是他们越开心，我就会越觉得我内疚。艺人这条路不好走的。
当然哪有那么好走？个个看到艺人的光鲜的一面，哪有那么成为大明星？心里不舒服或者失落肯定会有的，因为首先的话就是说，作为也在一起7、8年，肯定是多多少少是会有情感的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，我就像他们父母一样，希望他们成才。然后他们走不了这条路，成不了才的情况下，那你就希望他平安就好了，啊。行吧。好嘞，好吧，要不有？其实说完之后还挺豁达的。对，没事。行，人生才8、9点钟、7、8点钟的太阳，还早的呢，好吧？好嘞，我让那个夏言到了找你哈。好嘞，OK。哎，就是。好的。每个人的悟性，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度，每个人的就对事业的企图心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你只能是说选择可以跟你一起同行的人一起同行，我觉得选择挺重要的，